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我做自媒体也挺久了，会用相机拍摄，也会使用手机架设机位。我推荐了很多国产好用的麦克风，但之前分享给小伙伴的时候，他老说大疆的方便，大疆的好用。我想，这大疆的麦克风，我记得也发布了蛮久的，真的有那么好用吗？不光在短视频里面，我可以看到很多拍摄宣传片的也经常在群里面讨论，这真的勾起了我的兴趣。大疆稳定器航拍已经做到顶级，连麦克风也这么强吗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大疆在去年年初发布的 Mac 究竟为什么还陆续畅销。记得点亮关注，我们走着。在外观方面也没啥好说的，我这个是1拖2的，放入充电盒就可以直接收纳充电。但令我意外的一个点是，充电盒的收纳居然如此的牛逼，它除了可以容纳1拖2的收发主体，还可以把3种类型的接口一起收纳进去，而且是不用拆卸的。这就是我最震惊的地方，这就要提到它另外的一个设计，快拆的接收端，它既可以和相机冷却口连接在一起，又可以和苹果手机接口 Type-C 的接口连在一起。我现在是知道为什么它可以成为爆款了。大疆工业设计这方面确实遥遥领先于同行，在别人还需要用连接线的时候，直接就使用这种硬连接。在手机上确实是很方便的，不用吊这个小凸微屏影响拍摄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连接的很牢固，拆下来说实话有点费劲。这个设计很巧妙，不过我会有点担心和冷却口连接的这个配件，塑料的会不会被不小心大力触及机给弄坏？来到发射端也是简简单单，在去年年初大疆就采用了磁吸加领夹的方案，在我看来当时是比较领先的。当然我日常使用的时候肯定是夹项链，这个真的是我尝试出来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。这个大家有项链的都可以试试，不过不能晃动，晃动的话这个声音就会收录进去。我在使用了大半个月之后，也逐渐体会到了大疆这一套麦克风确实是比较适合自媒体创作者。我体会很深的一个点就是打开就是满电，直接手机上面一插，或者说连接相机夹好就可以录制。我习惯也建议大家使用内录，和别的麦克风不一样的点是，大疆的内录除了有专门的录制红灯亮起，还伴随着录制开始的震动，这对于单兵作战的自媒体 UP 主来说真的非常有用。目前的录制震动和结束震动是不一样的。录制开始时有1次震动，结束是2次，这个体验就很好，使用习惯了可以盲操作。对了，说到内录，我也简单的提一下为什么我喜欢内录。第一，声音质量好，保真；第二，有双保险。来给大家简单听一下内录和直接机内录制的一个区别，也建议大家使用耳机来倾听，画质调到最高。我在制作的时候区别是很大的。来给大家简单听一下内录和直接机内录制的一个区别，也建议大家使用耳机来倾听，画质调到最高。我在制作的时候区别是很大的，而且有这个功能还有一个特别棒的用法，就是录音笔，它可以单独的作为一个外置的设备使用。就比如我之前的小米相机说明书，其实我就偷懒没有连接手机，直接用麦克风发射端进行录制的，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导入电脑直接同步，效果刚刚的好，也方便。但是确实还有需要优化加强的地方。目前的录制能够在接收端或者在发射端点击录制，这点很好。不过无论是接收还是发射，如果你有2个麦克风是在一起工作的话，是没有办法一键开启内录的，需要你单独去另一个发射端点击录制，或者在接收端点击2次录制。这个体验说真的有点割裂，希望可以通过固件升级来解决一下。毕竟真的很多从业者拍摄都是多人的，方便一点总归是好的。在系统方面，接收端也是有着一块小屏幕，0.95英寸，可以直接触摸操作，可以说会用智能手机就会用这套 UI。切换声道、调整增益、监听音量、发射端的设置、操作系统都可以在这块小屏幕上面操作。当然，各项数据、电量、信号、音频都可以直接在屏幕上面查看。说了这么多，在功能上它是全乎的。那么作为麦克风最重要的稳定性怎么样？续航怎么样呢？在续航方面，以我这个每天都使用半个小时的状态来说，到手我也就充过2次电。到我的手里也有大半个月了，官方数据是搭配充电盒15个小时的续航，这点我是认可的，基本上1个礼拜充1次电就足够了。稳定性我直接给大家来进行户外的距离测试，同样的也有抗干扰的测试。我们现在到户外来测试一下，它这个无遮挡情况下，它可以有多远的一个距离。这边是一块大草坪，我现在就往那边出发，来看看它这个无遮挡情况下到底能有多远。微信接一下手机，现在这个距离已经是一整个大草坪的距离了，应该是有200米了。我觉得这个距离满足大家的拍摄肯定是绰绰有余的。那么它的极限就是这么长。现在是我到接收端的一个距离，
我们去放大。现在是我到接收端的一个距离，我们去放大。可以看到这个距离是真的非常的长了啊！我现在来为大家测试一下，在公园里这种树木的情况下，它可以有一个多远的距离。我现在往后撤。按道理来说，大疆的这个应该有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啊。现在还能听到吧？现在的声音呢？我感觉选的这个地方就有问题啊。那我绕一圈。经过我的测试，在户外开阔的地方，它大概有200米左右的极限距离。在200米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。在开阔的地方，我认为这个距离是完全足够的。在有遮挡的情况下，它是可以有个5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，就能够保持相对来说还可以的这个录音质量。毕竟是旗舰产品嘛，这个肯定也是符合大家要求的。我们日常的这种正常的商业拍摄或者说短视频拍摄来说，几乎都不会用到这种极限情况，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棒的。而音质，我这几期视频都是使用大疆的这款麦克来录制的，我个人是很满意的。和今年出来的机型相比也没有什么差距。与今年的同类型旗舰产品对比的话，大疆在便携性和适用性方面依然保持着不错的优势。唯一的劣势就是目前大疆的麦克没有降噪功能，个人认为下一代的更新应该会把这个功能给加上。但物理的连接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好处我们都了解了，而不好的地方就在于使用苹果手机拍摄视频的时候，系统是不会显示音频条的。而这个时候，如果接触不好，就会导致麦克风没有声音，视频也没有音频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确实我朋友一直都是大疆的用户，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而现在唯一解决的方案就是尽量弄得牢靠一点，然后开启内录，多一份保险。建议大家在使用前检查一下连接的状态，确保连接键准确连接了之后再开录。还是希望大家在下一代可以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它唯一的一个大问题。但除此之外，它就是目前最适合自媒体博主们使用的麦克风了，因为方便、功能强大、稳定。综合体验来说，我依然是会推荐大家购买大疆的麦克。外观小巧，功能上和现在同类型新品旗舰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。更重要的是这个强大的便携设计，在连接手机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。对于会使用手机拍摄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助力，确实挺适合自媒体工作者，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，固件的更新也是比较方便的，直接把文件拷入收发端就可以自动升级。唯一的一个小瑕疵就是目前你拿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拿得太快，它有可能不会自动开机，需要自己手动开机，这个会稍微影响一点体验。总的来说是非常不错，大疆是真的做一行成一行，牛逼！希望我今天的体验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了解大疆的麦克。我是云飞，如果大家在本期视频里面有所收获，请务必点赞、投币支持，这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。要知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